美军投入南海的侦察机型号 EP-3E P-8A RC-135堪称三冠范。EP-3E 型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 P-3猎户座反潜巡逻机基础上改造而成，是美国4种战略侦察机中唯一由海军控制使用的。它主要用于监听无线电信号或监测雷达位置，为飞行编队的指挥官提供有关敌方军事力量、战术态势的实时信息。EP-3E 最大的外观特征是机身下有一个圆形雷达罩，机身上下各有一个长方形黑色天线罩，这都是用于搜集、储存和分析由雷达和无线电设备发出的信号。该机利用传感器、接收器和碟形卫星天线，可以对较大范围区域进行电子信息的监听，可从740千米外截获雷达和其他通信信号。同时，经传感器系统改进计划升级后的 EP-3E 可与美军其他侦察平台、战斗平台进行实时信息共享。和 EP-3E 一样跑得勤的 P-8A 则更侧重对海对潜侦察监视。根据作业海域实际气象条件 ，P-8A 习惯选择60米的最佳飞行高度，使用雷达、声纳浮标或光电侦察设备飞抵目标区上空，对目标进行大范围搜索。当 P-8A 型巡逻机发现潜艇活动迹象时，会立即布设主被动声纳浮标阵。飞机则在浮标阵附近飞行，监控声纳浮标信号，进一步查明潜艇。当发现疑似目标的时候，则使用探测水文环境的声纳浮标来测定水文要素，以判明潜艇位置。此外，如果有战役战略级行动在南海周边展开，美国空军的 RC-135侦察机便要到此一游。RC-135赴南海时，通常从冲绳加手纳空军基地起飞，先向北飞行，快到中国领海领空时开始转弯向南飞行，沿着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海空边界平行飞行，一直到最南边，然后再掉头往北飞行，一次起飞大约可循环侦察飞行4次。因为 RC-135有空中加油装置，致使其空中持续工作时间可延长至20小时。美国现役 RC-135主要是 RC-135S 弹道导弹监视侦察机和 RC-135VW 电子侦察机，前者是侦察弹道导弹的主要机型，装备有高精度光学探测装置，可以测量载入大气层的弹头，其机载电子侦察设备可以收集、处理和分析导弹制导的电波频率及相关信息。RC-135V 和 RC-135W 这2个哼哈二将呢，侦察重点是实时侦测空中各种电磁信息，对目标进行定位、分析、记录和信息处理。美国空军战时对 RC-135使用的惯例是与 E-3预警机、E-8对地监视和攻击指挥机联手，向战场指挥官和歼击机飞行员提供实时的电磁信号侦察情报。除了侦察机三冠范外，美军 MQ-4C U-2的侦察机也频繁对中国抵近侦察，在东海、南海兴风作浪，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然而，中国军队在与美军侦察机常年的斗法中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而且装备技术水平越来越先进，体系越来越完善，完全有能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值得注意的是，美军除了动用大量空中侦察机配合卡尔文森号航母在南海活动外，卡尔文森号航母自身也有不少的变化。作为美国海军首艘部署 F-35C 舰载战斗机和 CVM-22B 鱼鹰舰载运输机的航母，卡尔文森号配备了数量较以往更多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攻击机和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其中 EA-18G 的任务是实施电子侦察和攻击， E-2D 的作用是预警和空中指挥。说美国方面现在增加这个包括咆哮者就是电子战飞机的数量和预警机数量呢，也会有利于4代机编队和3代机编队之间进行配合作战。他在考虑了针对周边一些国家，我们说比如俄罗斯或者中国这种4代机和3代机混成的编队的时候呢，他试图通过增加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来对中俄的整个空战体系进行一定的压制。